来面试什么岗位啊？销售。有过工作经验吗？我刚毕业。了解地产销售吗？就是卖房子呗。你觉得销售有什么技巧吗？有需就有求，销售就是发现人的需求。有需就有求，只要有需求就可以卖出东西来。我喜欢你的答案。销售就是要发现需求，掌握需求。我就喜欢你这样没经验的，我好培养。喜欢就好，喜欢就好。啊，那个工资的话是？前3个月试用期，保底工资4000，3年以后交社保。啊，这哪个销售是吃保底的呀？好好干，1个月2、3万是事儿吗？拼了命干，1个月10万8万的也不是事儿啊。今天能上班吗？今天我什么都没带啊。花呗、微粒贷该还了吗？你这个月9号。眼瞅着是换季了，新衣服该买了吧？我现在就能上班。人事就在外面办手续。好，谢谢经理。谁的业绩好，谁就排在前面，成为大家学习的榜样。业绩这个东西最公平，不分先来后到。你也可以。谢谢经理的鼓励。走吧，跟我出去。去哪儿？跑业务呀。退钱！今天不退钱，我们就在这儿不走了。你不用跟我啰里吧嗦那么多，退钱就完了。我就是一个新来的前台。那我们那儿怎么住呀？我俩来了几次了，不归我管呀。不退不走了。我俩今天来多少次了？来多少趟了？这事不归我管，我就是。那我们的房子哪住呀？最低只需6元，动动手指，你也能成为王者哦。调整一下，继续。最低只需6元，动动手指，你也能成为王者哦。来，走一走，看一看啊！哎，停！下一个，动动手指，你也可以成为王者哦。嘿，这个还行啊，很配这把刀。不错。哎，停！张冰茹，我要的是8块腹肌，不是1块。王总，要不你让我试试？你看，只要666，动动手指，你也可以成为王者。王总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那现在怎么办吧？得加钱啊！加。只需6元，动动手指，你也可以成为王者。太酷了！太帅了！看见没？这才是我要的感觉啊！摄影师，拍张照片。这是我男人，你走开。这是我未婚妻。我的青春我做主，钢筋水泥混凝土。干杯！哎呀，不好意思，来晚了。干了！好了，要买房找我啊！慢慢。如果您对房子满意的话，建议您尽快定下来。房价都涨了4倍了啊！对，这不买的话就不行，买真的。最好要是想价的话，你就跟我说。哎，好嘞，联系我。周边的小区啊，价格都比它高。好的，没问题啊。哎，妈妈，你新来的，大哥敬你一杯。敬什么敬啊？哎呦，自拍完再喝，来得及。走。行。
你让他喝，你让他喝。哇，你这样太好看了吧！谢谢你啊。是，你是前台啊？啊，我叫尤丽美，现在大4，当不了销售，只能当前台了。对了，对，你是新来的，他们今天商量好要灌死你。哎，对了，那客户这么闹，你们工作压力挺大的吧？哎，装傻充愣呗。那他们为什么要闹？你看啊，交了中介费，房子卖不出去的，或者是付了首付，贷款迟迟下不来的，还有房子被卖了好几家的。那万一他们这么闹起来，你们 hold 不住怎么办？报警呗。这属于经济纠纷，警察也管不着啊。你们全公司的人都这么做事啊 ？No， 这属于 C 类业务，商业机密，需要工作2年以上才会给你培训。哦，大家一起喝一口。可以了，来，你俩干嘛呢？过来喝酒。可以啊！走，怎么办？快点。没事，会保护你的，相信我啊。谁躲了？来，喝！可以了。干杯！这房产中介有前途吗？哎，你们这上司人品怎么样啊？只贪财，不贪色。张二，你可想清楚了啊！干房产中介可辛苦。年轻人就得多吃点苦。为什么？我年轻的时候，我跟你说，哎呦，夏天好，车间里面温度都50多度啊，还有高噪音、高湿度，忍着、挺着，知道吧？加班都是自愿的，那叫荣誉，知道吧？啊，难怪，然后我爸我也不理解。说什么呢？没什么。哎呀，他也就3分钟热度啊！你们一天天怎么净打击我啊？这可是我第1份工作哎。哎，人家底薪多少啊？底薪，底薪有点低，但是提成很高啊。我有一个同学啊，干了几个月啊，现在都买房买车了。哥，你要是一辈子待在家里的话也可以，我可以养你的。我说大老爷们让你养，那不成废物了？我办了一个新号码，现在呢，我有2个手机，一个用来接家里的电话，一个用来接客户的电话。以后啊，你们要有朋友想要买房、租房啊，都可以跟我介绍哦。喂，吴伟，哎，你看到我发的刷宝了吗？我现在干房产中介了，你要是想租房，随时找我，我随时带你看房。入戏啦！我现在要去复习我的资料了，失陪。拧不上来，有模有样的，这，你给他做个培训啊！自学成才。他要是挣了钱，以后在这家里都得横着走。哎呦，哎呀，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就来了？这样子怎么了？不是，我们是来买房子，我们是很有钱的老太太，你穿的像买菜一样的，你就不懂了吧？我跟你说，现在有钱的人就得是我这样的，搞什么花枝招展啊？很多人都是以貌取人的，你知道吧？行了，你也赶紧的，快点儿。哎呦，那好吧，没别的办法，我给你办一下。哎呀，行了，这样就可以了，快点吧。哎呀，很有钱啦！哎，你超有钱的，现在你知道吧？哎，你好，欢迎光临。2位是买房还是卖房？买房。那我给你们推荐销售啊。啊，没事，我来就行了。啊，你们这边坐。干什么呀？砸场子呀？我们是来给你撑场子的。我们是来给你站台。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房源呢都是真实的，所以只需要你们说出需求，我会按照你们的需求来给你们介绍合适的房源。那请问一下，2位是想要2居的还是3居的呢？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呢跟我儿子儿媳妇儿，未来还要跟我孙子一起住，这房子起码是要3居或者是4居，起码有2个卧室，必须朝南，一定要位置好。哦，那这房价不便宜的。哎呦，钱不是事儿，你只要给我们介绍合适的房子就行。2位阿姨啊，看房子啊，买房。谁阿姨呀？叫姐姐。哎，姐姐好。哎，小杨，你把这钥匙给小王那边送过去，他带客户看房子。
不是，我这客户就在旁边那个便利店那儿，你送他去就回来。哎，特等走了？对呀，这还介绍房源呢，说一半呢。那你看二位姐姐，我也给大家介绍啊，是不是？不是，小伟，哎，给二位姐姐倒点水，看看是喝果汁还是喝茶。不用不用，你这个小同志啊，我要好好说说你了。你这是明目张胆的撬人家小姑娘的生意呀！对呀，我是她的领导。我看着二位姐姐是诚心诚意买房，我得对你们负责任。谁要你负什么责呀？你负什么责呀？人家小姑娘就不能给我们负责啦？有些情况您不太了解。那她刚来啊，经验少，而且看着小姑娘这么年轻，这么好看，她是干不成。谁说好看的姑娘就不能卖房子？对呀，工作就不能干好了？我看人家小姑娘脑子很活络的，而且很有亲和力呀。对呀，怎么说她的你？这什么？哎，姐别走啊！我的房源多呀，我跟那个房东都熟，我能压的价格他做不到。走，再见。我跟你说，小伙子，好好做人啊。对。哎，人呢？一看就没钱，还买房子呢。小妖精啊。干嘛？我的。嗯。嘿，一趟，慢点啊。嗯。小妖精，我原本以为你不会踏踏实实好好工作，没想到干得不错呀，挺上道的。那当然了，我每天晚上都背资料的。不信你随便考我，这附近所有的小区啊，哪些有3居室，哪些有2居室，哪些是租的，哪些是卖的，他们全部的价格还有历史成交价格，我全部都知道的一清二楚。哎，手动点赞。那你多给我做点好吃的，我每天在外面跑来跑去，跑来跑去，很辛苦的，很需要补充营养的。哎，知道了。但是你也不要那么太辛苦了啊。哎，今天我们去你那儿。半道上把你叫去送钥匙那个家伙，哎呦，那个人可不怎么样，我告诉你，你可要提高警惕。他让你去送钥匙是故意把你支走，想抢你的活儿。他以为我们2个老太太是大客户呢。让。哎呀，你上点心，别不当回事儿，小妖精。知道啦，老太婆。哼，吃。好，请2位先生站好了。哎呀，2位不要这么拘束，女士挽着男士。我是你的。好，男士稍远一点，哎，再矮一点。好嘞，来准备啊，3、2、1。你们的办好了。哎，谢谢啊。我真能重新照吗？我这照太丑了。想要照好看的，下次再照。不是你说谁下次呢？算了。不是他咒咱们还有下一次。别理他，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。走了。来，户口本拿来。态度也太差了。老婆，新。叫什么？老婆。走了。回迁房。小产权可以卖，那套房子抢的人很多，你把定金先打过来，我让房东给你留着。OK， 好，经理，小产权房也可以卖的吗？没产权都能卖，没有我卖不了的。姐啊，我真感觉咱俩特别有缘分，你长得和我亲姐似的。要不你想我自己的关系，我凭什么用啊？所以说，过了这村真没这个店儿了。哎呀，我呀就这一套房子，
这现在儿子上大学急用钱，要不我怎么舍得卖呀？所以呀，我给你的价钱比别人高了15%啊！人家明天就打钱，你想想，过2天，你在钞票里面游泳了。那这手续费怎么算？手续费是成交额的5%，但是啊，因为您这个是小产权房，公司规定要先交手续费，我们要去帮您打点好关系，才能过户，您是知道的。姐呀，你这是小产权没房本的，能卖不错了，人不能太贪心。好，我不谈啊，我给你拿钱去。房子卖了。哦，孩子有钱上学了。看什么看？合同？哪合同？我呀，赚点钱也不容易啊，点。行，来，我帮你数。有零着呢，你把这零的数上。杨妈妈，来，这一次的提成，我也有啊。当然有啊。谢谢经理。经理，我偷偷问一句，这次你能赚多少啊？5000。乘以10。以后跟我好好干，钱挣不完的。那我先出去了。啊，去吧。可心来了。哎。干嘛呀？我说到做到。你就是拿这个东西来跟你爸赌气的是吗？你以为婚姻是什么呀？婚姻是2个孩子凑一块过家家呀。婚姻是神圣的，婚姻不是儿戏。啊，陈东刚呢？吓唬谁呢？我告诉你，薛可欣。我薛桂祥看重的是男人说话做事情言而有信。是谁跟我说把公司经营好了以后才会来娶我的女儿？好好的公司被他经营成什么样了？你看看你们现在公司成什么样子吧？啊！没有你的捣乱，公司蒸蒸日上，人家忙着呢。可心，你就体谅体谅你爸爸。这前2天刚刚做完体检，血压又高，肝又不好。这火大伤肝，你就别气他了啊！生气是我气的吗？上回是采阴补阳补的吧？这个是我的女儿。你说如果她是在淘宝上买的，我可以退可以换，还可以随便给差评。哎呀，跟你开玩笑的啊！开玩笑？开什么玩笑？这种事能开玩笑吗？我告诉你，薛可欣，我最看不起的就是玩世不恭。你以为天底下什么事情都可以拿来开玩笑吗？啊，拿这种东西来跟你爸开玩笑吗？做事不成，能力不行，连行为举止得体你都做不到，你就是用这种方式跟你爸爸交流的吗？我做事不成，能力不行，是谁的杰作？是谁从小否定我、打压我，美其名曰
说是想让我快乐。那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很快乐，我终于可以自己做一回主了。你别想着再控制我。只要我薛桂祥还是你薛可欣的亲爸一天，我就绝对不允许你跟他在一起，绝对不允许。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？我恨你！我告诉你，你和陈同刚在一起就是瞎扯淡。哎呀，这父女俩你干什么还动真气呀？你干嘛呢？孩子就是个鱼脸。老公。怎么了，老婆？老公。怎么了？今天是不是不适合结婚啊？谁说的？我今天查了黄历的，今天宜嫁娶。那怎么结婚的时候遇上了乌鸦嘴，现在结婚证又被我爸撕成这样？哎呀，我这不是补好了吗？我可怜的结婚证。我听说这个是可以补办的。补办？怎么听得像二婚啊？你这一打起游戏来，腰也不疼了，腿也不酸了，熬夜也不觉得累了。升升级，攒攒装备，这样忙的事太多了。妹妹，回来啦？哦，吃饭了吗？我不饿。大妈呢？出去遛弯了。你怎么了？撅着个嘴，臊眉打眼的。我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们。好消息怎么还不高兴呢？我跟经理一起卖了一套房，经理给了我1000块钱提成。那这不好事儿吗？是小产权房，而且高于市价。小产权怎么了？小产权不是违规的吗？哎呀，天塌下来，我主管在那儿扛着呢。要问你，你就是什么都不知道。不是，我就是觉得那个房东挺可怜的，给的全是现金，一沓旧钞票，整整齐齐的包在手绢里面，一看就知道是攒了很久的。习惯跟我爸一样，都是把钱包在手绢里面。我跟你说啊，杨曼曼，你别同情心泛滥啊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知道吗？你这今天这钱拿的是不是就等于是封口费了？那我不是进贼窝了？那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呀？这江湖险恶，不行就撤呗。这刚入行第一步还是很重要的吧？丫们怎么就说你们女人是情绪主导抉择呢？在职场做小伏低的事情是很正常的。你像我这种技术工种不是也一样吗？你能不能别叫做她任性啊？我叫做她任性，你愿意让你妹妹刚入社会就被这些低俗的人、市侩的人给洗脑吗？你说现在这孩子啊，要不然就是跳槽，来不来就是换工作的。你这工作哪有是完美的呀？好的工作是可以让你在工作中实现自我的，而不是丢失掉自我呀。你看看你，再看看我，加班小沈，社畜小杨，我们加班时间超过了97%的同行，用失眠换来了晋升的机会。然后呢？不要再吵了，我再看2天吧，实在不行辞职。不是吧？怎么啦？产品召回？哪家公司啊？我们公司啊。啊？什么原因呢？肯定是售后做的不好呗。我估计这2天公司就准备叫我回去了，我得去准备材料。这不没给你打电话让你回去吗？你等给你打电话再说呗。那不是我性格呀，这必须马上啊，这不是我风格啊。哎，你记住了啊，听我的，别听你嫂子。别听他的。这么大的规模的召回，这业内震动可大了。董事会现在问了，到底哪个环节出了问题，谁来负责？
我发现一个现象啊，就是自从杨铮当上这个技术总监之后呢，公司的产品啊，反倒几次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技术方面的问题。有些售后出了点问题，后来好像都给解决了。没有上报吗？有些问题很快就消化了，就不上报了。销售部最近丢了2个大单子，跟这有关系吗？这个我不好说，因为说了之后吧，好像是在放冷枪似的。你大胆说。嗨，这也确实有这个情况，啊，技术部呢一直在闷头烧钱搞研发，这个公司一直都是支持的。但是如果这个不能为售后服务的话，怎么现在才来找我嘛？啊，他要找工作，要干房产中介，找我就对了嘛。怎么每次都是出了事情才来找我？哎，你怎么那么啰嗦呀？这不也没出什么事儿吗？怎么没出事情？签约那天你在现场吧？嗯。定金的抽成你拿了吗？给了我1000块钱，说是提成。他已经涉嫌诈骗了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他们不都说是潜规则吗？哎呀，你干什么不相信老顾啦？他也不会骗你的了。那他也是开中介公司的嘛，那谁知道是不是行业竞争？哎，苏云，我是什么人你是知道的，我可是本分做生意啊。所以嘛，你就发不了大财呀。曼曼，你拿我们当你的家人吗？反正我觉得你们应该不会骗我吧？那你自己做个决定，报警或者不报。干嘛要报警啊？最多明天去辞职好了呀。人三思而后行，鸟三顾而后飞。你好好说话。对，我的意思慎重，再慎重。听到了吗，曼曼？那我要先把小美摘出来。你们公司宠物啊？还不是，是我们公司前台。小妖精啊，我刚刚路过你们公司，我看见很多人被警察带走了，你们那个经理也在里面。我知道啊。不是你今天怎么没去上班啊？没你什么事儿吧？没我什么事儿，我都辞职了。辞职了？为什么呀？那些人干了坏事儿，我就告诉受害者，然后就报警了。这是你干的？嗯。不知道是不是跟你一起待久了，感染上了你的一身正气，嫉恶如仇。怎么样，满意了吧？满意。行啊，丫头，行。大白天搂搂抱抱干嘛呢？我去做饭，今天中午吃点好的啊。哎，你给你大妈下什么迷魂药了啊？哦，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把那个贼窝给端了。哪个贼窝啊？就我们那公司啊，我通知了那些受害人，他们拉了一个群，然后一起报单，小金额就变成大案子。谁让你这么干的？嫂子，你初出茅庐，涉世未深，你不懂江湖的险恶，这要传出去以后怎么混呢？干嘛？除了我嫂子，大妈也是很支持我的。断人财路，犹如杀人父母，长点心吧你。最近低调点啊，千万别他们发现了。哟，小陈亲自下厨啊？对，我结了第一笔月费，我谈的客户，所以庆祝一下。我给你打把下手吧。谢谢王姐啊。谢什么呀？你厨艺那么好，有什么秘诀教教我呀？好的。
你今天带我来这儿干嘛？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儿啊，不能只靠自己，比如说爱情，或者是找客户。我先谢谢你啦。你不是一直都想认识大客户吗？去哪了？这里边就有一个。早点回家。真的假的？不信啊？哎，我还什么都没准备呢。先认识，不打紧的。见客户。吴总，哎，久等了。来介绍一下，这位天杰薛总，花语青年吴总，年轻有为啊。过奖。您好，请问喝点什么？一杯热美式，不加糖不加奶，谢谢。您呢？一样。啊，好的，请稍等。谢谢。时间宝贵，那我们就开门见山。这个呢，就是我们的产品，这上面呢有我们的报价，请您过目。我有一个女朋友是高级白领，但是即便对于她来说，您这款精华的报价也是有点小贵。我们这个原料就贵，所以成本肯定很高。可是您别忘了，大部分女性都不是成分党。所以啊，我们需要像您这样的专业人士来提升我们的复购率嘛。其实我也没有那么专业。你们开通公众号了吗？没有。目测您和您的团队应该都是搞研发出身的吧？薛总好眼力啊！建议你们可以开通公众号，通过公众号呢，可以和粉丝直接对话，建立联系，还可以快速的反馈。这样不仅省去了调研的时间和成本，还可以直接看到产品的转化率。好像没有先例。先例，罐头是1810年发明出来的。可是开罐器是1858年才研发出来的，整整48年里，从来没有先例。薛总，相见恨晚呐。吴总，您知道他是谁吗？他是昆博的掌门千金。怪不得呢，虎父无犬女啊。我们希望和知遇天杰建立牢固紧密的合作关系啊。合作愉快。合作愉快。那我就先恭喜二位了。哎呦，小陈啊，你可真厉害呀！那么短的时间就做了这么多菜啊！薛小姐找到你哦，真的是有福气。酒。快点儿！哎，你说我刚才表现怎么样？有没有一点霸道女总裁的感觉？必须有。不过我还是得谢谢你。行了啊，说了17、8次了，差不多得了。你说我什么经验都没有，那个吴总怎么就这么轻易就被我说服了？很多时候呢，知识都抵不过见识。我决定今天封你为蓝颜知己。那怎么着？需不需要我配合一个单膝下跪啊？啊？你知道吗？我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的女人分为2种，一种呢是要靠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，另一种呢是要靠自己来征服世界。我姐属于前一种，我觉得你是后一种。你也太高估我了，我爸可不希望我染指他的王国。你可是他唯一的女儿。那又怎样？老公，我回来啦！我天啊，这么多好吃的都是你给我做的。你去哪了？我去见客户啦。什么客户啊？花语青言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这世界上分2种女人，一种呢是靠征服男人来征服全世界，还有一种就是靠自己来征服世界。这是广告词啊？算是吧。童刚，童刚，我想好了，我决定以后帮你，一会儿还约了个客户，吃了饭就去。我不用你帮。
我今天做这一桌子菜，就是为了庆祝王子轩给我结的第一笔月费。但是我们智瑞天劫也不能光靠游戏呀，这鸡蛋也不能只放在一个篮子里。我哪有那么多鸡蛋啊？我只有一颗鹌鹑蛋，要那么多篮子，我都不知道放哪。你今天去见的客户，谁给你介绍的？钟启明。薛可欣，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已经说过了，他就是个假洋鬼子，为人特别的不真诚，你最好离他远一点。陈同刚，你不会以后我去哪儿见谁干什么都要跟你报备吧？如果你能做到，我不介意。我刚摆脱我爸，又给自己找个爸来管我。如果你不介意，我还可以叫爸爸。我呸！你还爸呢？我，给我站住！哎，这儿，胡总，给您起。好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了啊。啊，还有人来啊？对呀，给您介绍一位新朋友。谁？我们新智瑞天劫的大金主陈同刚的女朋友。哎呦姐，那几个意思呀？你这是给我增加游戏难度，知道吧？我这儿。哎呀，这位是？我给您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刚才提到的薛大小姐，这是胡总。你好。是不是我爸让你摁死智瑞天劫的？你爸？你爸是谁啊？薛贵祥。哎呦，我偶像啊，白手起家的商业奇才。哎呀，薛大小姐，来，握个手。哎，拿个杯子，服务员。薛大小姐，你这"摁死"俩字太难听了。你说你们又不是什么苍蝇蚊子的，摁死怎么可能吧？您好，您的杯子。哎，谢谢啊。那你就是承认了？承认？这有什么不能承认的？这是你们自己家的家务事，我干嘛去堵枪眼啊？是不是？不过啊，你爸这么做都是为了你好。老胡，行业得有行业道德，客户都被你抢走了，不合适吧？哎，我刚才都说了，这是人家家务事儿，左手打右手，谈不上什么行业道德。我跟你说，你我都是给人爷俩打工的，明白吗？你是给钟启华打工的，他才是大股东，股权结构一目了然。对，你长得好看，你说什么都算，好吧？把我的客户还给我。那不成。左手倒右手，有什么不成的？这新公司我有股份啊，而且还占了不少，我是2股东。哎，所以说，这业务这事儿啊，咱今天不聊啊，咱们只喝酒，好不好？还在为姚曼曼的事情生气吗？不热呀。我不热。哎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说投资跟投机有区别吗？没区别。有区别。有什么区别？一个是普通话，一个是广东话呀，不好笑吗？一点都不好笑。我觉得很好笑啊！简宁给我讲这个笑话的时候，我笑了好久。简宁是谁啊？我的一个同事呀，你见过的。不好笑。好笑。哎，跟你商量个事儿啊。啥事？明天咱们跟陈同刚一起吃个饭。跟他们有什么事啊？不吃。哎呦，反正你也没什么事情，联络感情嘛。谁没事啊？不是，哎，你说说人家。对吧？是用金钱换利益，你是用劳动换利益，你们就不在一个阶层上。作为朋友，你不觉得这自欺欺人吗？不在一个阶层上就不能做朋友吗？人家每天点对点 O2O， 网不对绿豆的，咱们跟人聊什么呀？啊，聊咱们家那点破事儿。哎呦，你不要那么小气嘛！我跟你说啊，
薛可欣和陈东刚他们俩刚领证了，然后也办不了婚礼，咱们作为朋友一起吃个饭不是应该的吗？都领证了，这么快？嗯，去吧，啊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。你干嘛去啊？拿钱，准备红包。